老公说美丽乡村从他做起，结果尴尬了，来了一个大姐说我们门口这条路和路下的坡是她的，叫我们不能动她一根草。事情是这样，我们也是个好心，没想到办坏事。门口这条路两边的草和野盖菜长得快把路盖住了。老公说今天有空把路两边的草拔一拔，路下面斜坡的草也一起拔了。老公说清理干净房子周围附近就不会有蛇出现，毕竟在我们房子旁边，打算清理干净，种点向日葵、格桑花，这周围就漂亮了。不能让人觉得我们这里总是脏乱差。先澄清一下，我们没有想霸占这里的意思哈，只是这里一直没人来管，也没人来除草，附近邻居也没人跟我们说这条路是别人的。我一直以为就是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公路，我们的本意就是想美化一下这条路而已。谁不想自己家旁边干净漂亮？光这些杂草我们都拉了5、6车，这下面全是杂草、垃圾和石头，这样的坡也不可能拿来种菜呀。经济很高，我种还有用。还是老公厉害。这野盖菜长得很猛，老公一身都被汗湿透了。为了清理这路边的野草，我和老公2个人拔了2、3天，没办法干这个活，太费力气了。这个傻子还一直跟我憧憬，这里拔完草弄干净，种上小花花，肯定很漂亮。那这个村子就漂亮了，就不会满山遍野杂草哈。是啊，也不用这么辛苦的拔草吧。美丽乡村从你做起。好，从你做起，然后再从我做起。梦想多美好，现实就有多残酷。这个工程量太大了，那是那个华山哥种的杨梅啊，活了哈。啊，都长杨梅了。这么小长杨梅。看看这个草凶的一批，这么辛苦，晚上怎么也得给老公加2个大鸡腿。这个草太猛了，哇！现在弄干净，舒服多了。我这个先拉走吧，太掉了。扫马路超级解压，有没有想要体验的？哇，这样子弄干净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一下子都舒服起来了哈。对呀，不然这一路的杂草，弄完这里向日葵种起来就很漂亮了，美丽乡村就实现了哈。美丽乡村从我做起。其实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，而且我们也很渺小，我们没有能力让一切变得很美好。和老公回村里改造老房子，拍视频记录我们的田园生活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损害谁的利益。弄了2天，这是个大工程啊，辛苦了老公。抓紧把工程款寄给我。路的另一边，这个是野盖菜。自己在路边长这么大，之前都是改造房子、改造院子。路边的草，我们来3年拔了3、4次，没想到这次拔草清理路面惹了个麻烦。今天是第3天拔草了，清理这些杂草虽然很累，也很解压。拔了这么多天，草出了这么多汗，吃力不讨好。如果早点告诉我这条路是他个人，不准我弄，我绝对不会动的。哇，这样子就干净多了。到时向日葵种上就好看了。这是去年买的向日葵种子，提前泡了2天。你看一下，哇，发芽了。我心想，让这里杂草丛生，还不如种点花，不光好看，还可以吃。去年夏天，我也在这路边种了向日葵和格桑花，有些喜欢的还问我要摘回家的。没想到村另一头的一个姐姐说这条路是她的，看把我老公惊吓得蒙圈了，我也惊呆了，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条路和这个坡都是她的。老公这个时候有点手足无措了，这个姐姐她又特别激动，脸都气红了。首先声明，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和这个斜坡是她的，村里领导、书记、乡里领导也来过这里，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这条路是她的。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泥巴路，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修这条泥巴路，下雨天还是到处坑坑洼洼。然后我们这一排4家邻居一起出钱修了这条泥巴路。当时村里的男人们都过来看了，也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，包括这条路的主人也在这里，都没有一个人说这条路是他家的。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国家的，我们当时只想着这条路修好，我们方便走，邻居方便走，大家方便走。没想到这条路和路边的坡是他个人的，
要是他早点跟我说，我绝对不会去动他的草的。对呀嘛。没事没事，到时候那里种起来我全部拔掉就好了哈。好，没有占你的地方。我就跟你没心思呀。明天长大了，明天以后呢，不管种什么都是很漂亮了，又说我来收。对，我到时候拔掉，就让它难看一点，草长起来我也不管哈。只是在我门口我把它弄干净一点。我现在知道是你的，我就不去弄了哈。在广大网友面前表个态，我们已经知道这条路和这个坡是你个人的，我们不会再去动你的一草一木，就求你们不要在我房屋后指指点点，这样让我觉得我又做了什么错事，我有点慌，又有点害怕。美丽乡村从你做起。你做个屁哟！不做了，还是搞我们的美丽蘑菇屋吧。